雖然由高位計起，美股市場啦已經由高位回調咗好多啦，不過依然係面對住好大嘅挑戰。最近一輪嘅業績期，特別係一啲美國大型嘅科技股，整體今季嘅業績表現啦，都令市場失望㗎。咁雖然美國嘅通脹率啦最近啦都有顯著回落嘅，不過我哋開始見到美國嘅失業率啦就開始有所上升啊，咁都令投資者擔心美國嘅經濟啦會陷入一個經濟嘅衰退嘅。究竟種種嘅消息對股市有咩嘅啟示呢？咁今日啦會同大家去到分享美國經濟最近公布嘅重要指標，同埋投資者要應該點樣去到部署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首先講下美國嘅就業市場啦，一個美國經濟嘅重要指標。咁喺11月頭公布嘅數據就顯示，美國嘅失業率啦就比起上年同期係輕微上升咗0.2%嘅。咁啊，失業率啦就由3.5% 升至3.7%。咁雖然數據有所上升啦，不過如果我哋拉長過去5年嘅數據去睇嘅話咧，咁依家嘅數據啦依然係近5年嘅歷史低位啊。不過大家就唔好咁開心住啊，以為美國嘅就業市場啦依然係好健康嘅。事實上，特別喺呢幾個月已經開始見到有各行各業嘅公司啦係出現裁員嘅消息。最近新進駐社交平台 Twitter 嘅老闆 Elon Musk 就宣布大幅裁員50%。咁啊，一啲科技巨企 Microsoft 就喺上個月啦宣布解僱1000個員工啊。咁啊，仲有美國投資銀行 Morgan Stanley 因為生意轉差，宣布大規模裁員。另外仲有 Lyft 一家美國嘅大型 call 車 App 亦宣布啦裁員13% 嘅總員工啊。可以見到好多大大小小嘅美國企業涉及好多唔同嘅行業，最近呢幾個月啦已經有裁員嘅安排，咁明顯可以見到美國嘅經濟啦有衰退嘅跡象。而因應呢一個情況，相信嚟緊至少喺短期內嗰個嘅失業率啦會再進一步上升嘅。其次嘅係，大家要留意失業率嘅數據會因應現時嘅參與勞動人數嘅比例 participation rate 去到計算。咁即係意思話，假如果一個原先失業嘅人唔再主動揾工躺平嘅話咧，咁就唔會成為勞動人數嘅一份子啦。而根據現時嘅 participation rate， 我哋可以見到，自從疫情之後，美國嘅勞動人口啦就由最高位63.4% 跌至60.2%。咁雖然見到呢一個 participation rate 啦，就由疫情之後又逐步回升啦，至到62.2% 嘅，不過都係低過疫情前嘅水平嘅。咁當中原因啦，係因為疫情之後，美國政府啦喺短時間內推出咗好多刺激經濟嘅方案，派錢啦俾當地嘅市民嘅。再加上疫情過咗一陣子，個股市啦同埋加密貨幣市場都好暢旺，都令到唔少人選擇係全職炒幣炒股，而唔選擇再揾工。咁所以個勞動市場人口啦就因為咁啦而有所減少啦。不過依家個市況咁差，個股市同埋幣市已經跌咗咁多，咁變相可能會令到一啲全職炒家啦已經係輸唔少錢啦，咁都逼住佢哋要再出嚟揾工，咁變相令個勞動人口再次增加，引致失業率上升嘅。雖然你會話個1% 嘅 participation rate 差別好似好微不足道，不過因為美國人口好大啦，所以假如呢一班人開始再出嚟揾工嘅時候，實際上都會明顯增大個勞工市場嘅供應。而因為依家個經濟唔好，大部分企業都 cut 緊人手啊，咁所以依家要揾到份工都唔容易啊。咁所以當企業開始係裁員同埋勞動人口回升嘅時候咧，咁都會加劇美國失業率嘅問題。而因為多咗人失業，普遍市民嘅收入減少，影響佢哋嘅消費能力，咁佢哋都會就住嚟消費啊，咁變相啦都會令到普遍美國嘅企業收益啦，亦會有一定嘅打擊嘅。講到美國最近公布嘅業績數據，咁都見到大部分企業嘅增長啦都明顯減慢。咁當中一啲社交媒體平台，包括係 Facebook 啦、Google 同埋 Snapchat， 咁佢哋嘅收入預期啦同市場都有明顯嘅差距嘅。咁就例如 Facebook 嚟講，因為大幅投資喺元宇宙嘅業務啊，而令到業績大倒退，咁股價啦單日啦係跌咗25%嘅。
另外，因為經濟轉差，企業要 cut 成本，咁所以喺社交媒體投放嘅開支啦，亦要減少。咁變相啦，都會拖累呢一啲社交平台嘅廣告收入。咁就例如 Google 旗下嘅 YouTube 喺廣告收入方面啦，就比起上年同期係下跌咗2%嘅。咁係 YouTube 自從獲得利潤之後，首次錄得負增長。其次，仲有美國巨企 Tesla 嘅電動車銷售數據，咁收入雖然有增長啦，不過比起市場預期中係低嘅，咁都令股價啦喺公佈完業績之後有大約5%嘅回調嘅。從以上大型美國企業嘅業績數據啦，都可以見到依家經濟衰退嘅影響啦，已經由中小型企業延伸至到大型嘅美國企業啦。因應今輪公佈嘅業績普遍啦，都比起市場預期中差。根據美國投資銀行高盛嘅最新預測，咁佢哋啦就下調咗下年 S&P 500最新嘅每股收益至到0%冇增長。咁反映住佢哋都認為美國嘅衰退預期啦都會持續喺短期內上升嘅。喺美股面臨經濟衰退嘅環境底下，咁究竟投資者啦喺現階段要點部署呢？喺短期內，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會預期。咁雖然講緊美國嘅通脹率啦已經有所回調嘅，咁不過依然啦都會持續喺一個高企嘅位置。咁另外啦就係講到嗰個失業率都會持續上升，咁而且 GDP 啦嚟緊幾季啦都會錄得負數嘅增長。咁不過就因為股票市場啦係前瞻性 forward looking 嘅，咁好多負面嘅因素啦其實已經反映咗喺現階段嘅股價身上㗎啦。當然，假如數據反映出嚟嘅情況比市場預期中差，咁股市啦都會有進一步下跌嘅空間嘅。我哋冇一個水晶球可以好精準咁樣預測中短期嘅波幅。不過，假如我哋以一個長線嘅角度投資，咁根據我上2個星期分析過往美股大跌市嘅數據，咁相信再下跌嘅空間啦係有限嘅。而喺現階段嘅熊市，我個人認為啦，投資者應該好好把握機會，喺跌市嘅時候趁低吸納。而我相信以一個月供嘅方式，定期投資喺一啲美國大盤指數嘅 ETF， 以一個長線嘅投資角度持有，會係一個唔錯嘅投資選擇。不過正如頭先都提過好多唔同嘅美國經濟指標，咁喺中短期內啦，美股其實依然啦會面臨好大嘅挑戰。而因為咁啦，股價依然啦會係非常之波動，所以投資者嘅錢啦一定要係閒錢，咁先可以等待個股市反彈，去到捕捉新嘅升浪。咁如果你係想了解更多長線投資美股大盤 ETF 嘅策略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係可以睇翻我之前嘅影片去到了解更多嘅。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咁最後，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